这幕是不是很熟悉？相信每个人都在历史课本中读到过这个剧情桥段，反映的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期间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。它试图要说明，当时英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会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，穷人因为经济危机失业没钱而挨饿，资本家却宁可把牛奶倒掉也不送给穷人。于是，倒牛奶成了几代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现实的最直观印象。小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，我们曾学过一个故事。故事说的是，在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，美国农场里的牛奶滞销，万恶的资本家把卖不出去的牛奶统统倒进了大海，而遍地失业的穷人则嗷嗷待哺，衣食无着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本家把牛奶倒掉。每当想起这个故事，人们就会对万恶的资本家恨得咬牙切齿。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麻木不仁？为何宁愿把牛奶倒进大海，也不愿意分给穷人喝？首先必须承认，牛奶是资本家个人所有，怎么处理是资本家个人的事。从法理上讲，资本家倒牛奶没有任何问题，他们为富不仁的行为属于道德问题，人们可以批判，但没权利干涉。资本家是逐利的，具有极其的自私性，他们倒掉牛奶是趋利避害的结果，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牛奶滞销需要处理，资本家把牛奶倒掉是成本最低的方法，因为免费发放还需要支出人工费用，一旦没有及时送到各家各户，或者牛奶过期了还算违法，所以资本家们才倾向于把牛奶倒掉，既省钱又省麻烦。第二，资本的本质是逐利，资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，资本只为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服务。资本家可以发发善心，表面上帮助一些穷人，但救不了所有的穷人，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生活的社会环境。穷人具有一定的劣根性，给一次以后天天要给，他们白吃白占还觉得理所当然，就和朝鲜一样。第三，滞销和经济萧条是竞争的结果，是市场调节的结果，其本质是供大于求，产能过剩。到了市场需求还在，降低产量就能缓慢恢复供需平衡，送了只会加剧萧条，严重扰乱经济秩序，会导致更多的厂家倒闭，会加深经济危机，让更多的人失业没饭吃。第四，经济危机是一场过剩的危机，只是一种相对过剩，只是相对于庞大的产品来说，人民不具备那么大的购买能力。一旦降价或者免费投入市场，必然造成市场的崩溃，投放者必然血本无归。其实，资本家倒掉过剩牛奶多数只是做做样子，因为牛奶不能销售可以做成奶酪、奶粉等耐储存的商品，等到市场好转而投放。事实上，把牛奶倒掉这样的特例并不多见，而那些数据采集者则充分抓住这一点，用这种非理智的极端行为来证明资本家的贪婪性。喜欢就订阅我，您的鼓励我前进的动力。